正所谓说风浪越大鱼越贵，渔民为了捕抓到昂贵的帝王蟹，不得不冒着狂风巨浪在白令海上工作。这样的高危工作，每7个人中就会有1个人受伤或者死亡。高风险的背后，自然也伴随着巨大的利益。捕蟹船的船员出海1个多月就能获取到7万美元的酬劳，幸运的船员工作这几10天就可以躺平1整年了，不幸运的船员直接就躺平1辈子。如此危险的工作，那么船员又是如何面对的呢？我们接着往下看，在荷兰港上，船员在准备着出海工作，由于也有10个月没出海捕蟹了，在出海前必须要将渔船保养一下，把该修的地方修一修。时间很快来到可以出发捕蟹的一天，船员们兴奋不已，他们摩拳擦掌，准备大干一场。渔船争先恐后地驶出荷兰港，刚驶出港口没多久，海浪明显大了很多。对于船员来说，这就是小巫见大巫，他们反而觉得这种浪很舒服。这位船长名字叫乔纳森，他开的渔船名为海盗号。当一来到指定海域后，乔纳森立刻下令投下重达几百斤的捕蟹陷阱，每一组陷阱共有10个蟹笼，陷阱沉入深达100多米海底。通常发生事故最多的时候就是投放蟹笼或者收蟹笼的时候，因为这里的风浪很大，重达几百斤的蟹笼在投放时很不稳定，稍有不慎就很容易受伤。船长最不想的就是自己的船员受伤，因为少了一位船员工作的话，工作效率会大大降低。但风浪很大，稍有不慎，船员就会受到伤害。像这种大浪，如果反应慢一点，受伤都是小事，随时可能会失去性命。幸好这一次船员没有受伤，他们继续将蟹笼投入海里。然而在百特利夏号这里，船长杰克开始收一地网，他这次一共投下了40个陷阱。第一网的收获让有多年捕蟹经验的老船长也非常紧张，风浪很大，差点就砸中了船员。很幸运，第一个陷阱就有了不错的收获，数十只帝王蟹从笼子中被倒了出来，每一只都非常大。这一收获让杰克也看到了希望。当准备收第2个蟹笼时，差点又发生了意外。由于风浪太大了，蟹笼被吹得撞到船上卡住了，当绞盘一拉，直接把绳子给拉断了。杰克他们只能去寻找这一组蟹笼的另外一头，但人在倒霉时会变得更倒霉。在找到另外一头开始收上来时，却遇到了大浪，绳索直接被扯断。杰克心里此时有万个王得发，真是祸不单行。如果一组蟹笼遗弃在海里，会让杰克的收获大大减少。他们决定用铁钩沉入海里拖着走，看能不能将剩余的蟹笼拉上船。然而时间很快也来到了第2天，乔纳森的海盗号也迎来了收第1网的时刻。但今天的浪超级大，大浪直接拍打到船上，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收蟹笼是非常危险的。当船长看到有很大的浪时，都会第一时间通知船员，让其及时躲闪。很快船员发现了蟹笼的浮标，船员将其拉上船，但这时大浪一个接着一个拍了过来。在这种风浪的情况下，收蟹笼让船长十分担心。很快第1笼就被拉上船，可以看出收获不错，船员看到也非常兴奋。这时一个大浪过来，差点就把他们给拍晕，不过还是没有拍走他们激动的心情。第1笼就收获了33只帝王蟹，乔纳森也非常开心。接着1笼比1笼更加多，每个人都兴奋不已。但在这时，船长发现了有一个大浪正在拍过来，他立刻通知船员躲起来。幸好船员反应快，他们没有受到伤害。在这么恶劣的海域捕蟹确实是非常危险的，船员忙得不亦乐乎，每一只帝王蟹都是要量过尺寸才能捕抓。第2个蟹笼一共捕了32只，要是每一只蟹笼都能捕上来几十只帝王蟹，那200只蟹笼捕到的可真不少。然而回到杰克这边，他们今天在寻找着合适的海域投放陷阱。渔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航行着，很快杰克他们就来到了投放陷阱的海域。当他们准备投放蟹笼时，却迎来了一个个很大的浪，把船只拍得左摇右晃，蟹笼都被浪拍得不停地在移动位置，可想而知这里的浪有多大。当船员准备投陷阱时，忽然杰克看到一个巨浪，他立刻通知船员小心一点，但是来不及了。杰克在驾驶室上都听到船员的大声呼叫，有人受伤了，一位船员被蟹笼砸到了，而且很严重。杰克立刻下去查看船员的伤势，经过医生的检查，他发现船员伤到了肋骨，伤得很严重。杰克立即呼叫救援，请求直升机过来将伤者送去医院救治。由此可以看出，这工作确实很危险。杰克这次失去一名猛将，伤者的伤势很严重。医生虽然知道是内伤，但没有设备也不能救治伤员。此时情况越来越严重，杰克再次打电话催促救援人员赶紧过来，不然他的船员会领盒饭了。
画面一转，来到乔纳森的船上，他们还在收蟹笼。今晚的螃蟹特别多，每收上来一笼都有数十只。船员看到这壮观的场面也兴奋不已。为啥他们这么开心了？原来船员的工资是按捕获到多少来计算的，捕得越多收入就越高。不过有一点是，每艘船都会有固定的配额，当捕到足够多的帝王蟹后就不能再捕捞了。如果船员能完成分到的配额，一般工资都不少于7万美元。总之做1个多月就当我们做不知道多少个月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这份危险的工作换做你会去干嘛？好了，这期就分享到这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